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26个月下降，创纪录，表明通胀抑制家庭支出，给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困难。尽管基本工资涨幅创1993年以来最高，但中小企业难以将成本转嫁给客户，导致实际工资仍落后于通胀。让我们关注法国立法选举初步结果显示，左翼联盟可能会获胜，引发对国家财政的担忧。亚洲股市预计在对全球市场至关重要的本周开局表现好坏参半。接下来这条，日本5月经常账户15连涨，创纪录的高主收入盈余抵消了贸易逆差，反映其收入来源的持续转变。让我们关注亚洲股市小幅上涨，投资者对9月美联储降息更有信心。法国大选结果表明议会可能悬浮，欧元受政治不确定性困扰。接下来 PayPay 证券计划在3月底前将券商账户数量从目前的约100万增加1倍至200万，依靠其母公司的无现金支付系统用户。下一条，法国大选预测显示国会碎片化和左翼联盟表现强劲，引发财政前景担忧。欧元下跌，美联储可能提前至9月降息的预期提振美元走势。日元连续第3日上涨，此前从近38年来对美元汇率低点反弹。英国货币在工党上周大选胜利后继续走强，英镑对美元触及3周半高点。让我们关注油价企稳，周线4连涨势头受挫，美国风暴和加拿大野火对产能构成双重威胁，交易员对此密切关注。让我们关注中国央行将开展临时逆回购，以提高公开市场操作效率，保持银行体系充足流动性。市场认为此举为新的利率走廊铺平道路，以7天期逆回购利率作为中心指引，赋予央行更多控制现金条件和利率的灵活性。让我们关注本周6家公司在香港上市，筹集了 43.1 亿港元，创今年 IPO 首秀最繁忙一周。接下来，法国选举结果显示左派联盟获胜，缓解了对极右派上台的担忧，市场因此反应温和。欧元小幅下跌，债券期货微跌。美联储预计将在9月降息，股市受到提振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本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讲话，财报季也将于本周开始。接下来，印度 IT 外包企业的收益指引将揭示备受期待的复苏态势。Uniqlo 所有者迅销及其姐妹品牌无印良品将看到2位数的营业利润增长。下一条，派拉蒙全球确认，在与 Skydance Media 合并前将继续裁员和出售部分资产，同时将继续实施其既定战略计划。接下来这条，韩国政府宣布将撤回暂停罢工医生执照的计划，以解决持续数月的医疗危机，目的是缓解急症和重症患者的医生短缺问题，并确保训练系统能培养更多专业医生。让我们关注比特币价格暴跌至55000美元以下，因德国政府出售大量比特币以及 MT Gox 向债权人偿还比特币。最后一条，中国股市在重要政策会议前看跌信号不断，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 1.9%， 上海股市连续第5天下挫，投资者对即将召开的会议不抱期望，刺激措施对房地产和消费信心影响有限，中国国内投资者情绪脆弱，上交所综指连续几周低于3000点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